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是不是总感觉自己的脖子很不自在？没事的时候就喜欢这么转一转、摇一摇，或者呢拿你的手在脖子后面这么搓一搓，做完以后感觉稍微舒服一些了。其实从结构上面来说咱们脖子能少摇，尽量少这么去摇，不太好。我今天呢是分享给你两个动作，一个呢是解开我们脖子上面的两个开关。什么叫开关？开了就通了。关上了以后，它不就堵了吗？还有一个就是解开两条大筋，这两条大筋在哪里呢？所有人把手伸出来，摸着自己脖子这里肩膀这里，你去摸一摸。有的朋友一摸就发现硬邦邦的，就像一个大石头一样。这个地方很多人平常没事想去捏一捏，发现太硬了，自己都捏不动就这两个大筋，你去拎东西或者做家务做久了，伏案工作久了，这个地方就感觉特别的酸。那么今天就是帮你把这两个地方给它打开。首先咱们先来讲两个开关，这两个开关左边一个右边一个非常的重要开关怎么去找？大家跟着我去做。先摸到你的锁骨锁骨很好摸，然后顺着它就像一个轨道一样，顺着它往上去走。你顺着它往上去走，走到这里走不动了，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开关。我们手点进去以后，然后就这样转就行了。很多朋友在这里一转就会感觉到有一股强大的一些酸溜溜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是针对我们的肌肉斜方肌的。斜方肌这个肌肉有一个特点，它特别容易僵硬，而且这个肌肉特别大特别厚。你看这个地方很多人他手一个手都捏不起来特别是有很多朋友这个地方越来越大越来越厚以后它这个像个大石头一样硬邦邦的别人去捏都捏不动。那么你要知道这个地方我们把它比喻成刺猬。为什么叫刺猬呢？你从这里去摸，它就像刺猬的背一样，全是刺，你不好下手。但是它的弱点在哪里呢？就在它的背面。你看这么一去点，就点进去了。从我们的前方往后面方点，和我们后面往前面点都是一个地方，而这里是直接能进入到腹地就更深。我们这样去点上一个10下，10下点完以后，点住它不动。把手你看点住它不动把手抬过来，抬到摸到头顶，再这样去转把手抬过来，再这样去转个20下，这样就解开了一共就30下到40下。解开了以后，你怎么知道它有没有帮助呢？很简单，你把肩膀做完以后活动一下，自己感受一下，自己头转一转，自己感受一下松没松松的话拿到这个结果了以后就解开了。然后我们第二步要怎么做？第二步就是一个传统的拉筋方法，叫做颈项真力这个动作怎么做呢？非常简单，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拉开来。因为你会发现随着年纪的增长，咱们有很多人是怎么样，脖子越来越短了，这个地方越来越厚了，慢慢的头就被往前这么压着。咱们怎么去做？把我们的双手合十以后呢，往一侧去推。你看这个手是我的左手，往右侧去推，推到右边以后，把我的这个脖子往左边的肩膀上面去靠，就这么去推。你甚至可以把我们的手掌压一压，这么去推，感受一下。有了这种压力有了这种感觉我们就这样拉5到10秒钟，再转过来，再这样，在你有这种拉伸感的时候，再保持5到10秒钟。好，然后再转过去，用你的下巴去触碰我们的这个肩膀，就这样保持住反复3到4次做完以后自己感受一下。这个动作只要你坚持去做一段时间，先把开关打开，再用抻筋的动作我们这个颈项真力把这个筋给它拉开来，就能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做完以后感觉好的，一定要给咱们的视频点个赞，然后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无形之中做了一件好事。没有关注大伟的同学呢，记得关注我一波，因为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的寒很重，湿也很重，在冬天的时候就感觉浑身不自在，那么在夏天的时候，你别指望这个夏天能让你松一口气。咱们有很多人我见过的就是在夏天的时候，这个空调一直对着吹，吹着吹着，然后慢慢的这个头上就开始怕了。
啊，在夏天的时候很炎热的时候，头上都要包着一个小毛巾或者包着一个小布，把这里护得好好的，不然的话有一点风啊，它就难受。或者呢，我也见过很多的人，他的这个肩膀上面啊，他就这么一圈，从我们的肩膀上面这么一圈，一到夏天的时候啊，就里3层外3层去披上这个小毯子。为什么呢？因为只要空调的风只要微微的从这里扫过，只要稍微凉一些的风，它浑身上下就不自在，这个肩膀本能的就会缩起来，而且这样久了以后，你会发现他的肩膀、他的脖子，甚至这个头上都会感觉到压着这个大石头，里面发酸的感觉。这种的我们讲啊，其实非常简单。我今天教你一个动作，这一个动作一个点位，你只要跟着我去做，就能把这个锁打开。而且做完以后，你会发现非常的舒服。这是一种运动啊，先给大家讲明白，这是一种运动。只要跟着做完以后，你自己来感受一下。那么这个点在哪里呢？其实道家我们之前讲了9把火，这个点就是我们的第7把火是在哪里？是大椎。大椎这个地方好不好找？非常好找，而且我们甚至不用去很明确的找到它就行。大椎这个位置呢，我经常给大家去说的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横着、纵着相连的这个点就是大椎。而大椎这个点呢，如果说它堵上了这个火苗啊，它上不来，那么你横向的这个车道它就会堵塞，上下的这个车道主干道也会堵车。那么横向的堵车就是我们说的盖着小毯子，纵向的堵车是什么感觉？它是你后背的这个阳啊，小太阳上升的一个轨迹上不来，因为督脉这个点就是大椎，你看在这个中间的这个点，它如果堵着了，这个小太阳就上不来了，所以你就会感觉特别的怕一些风。那么大椎这个地方怎么把它打开呢？很简单，就是一个是要搓，一个是要揪。如果是家里面的小孩子，或许咱们很多朋友有一些经历啊，出去玩特别调皮，这边淌水了，那么大人看到以后就拿这个手啊去揪，揪个几下以后，小孩子一吃痛，哇哇哇就开始哭了，哭完以后一身汗，可能到第2天他就开开心心的了。那么对于咱们来说，手自己去做，手这么去揪，很多朋友揪不了，揪不起来，那咱们怎么做呢？咱们就是去搓揉它，记住是搓揉，可以说是推揉。怎么去做？假设这是我的脖子，这是我的脖子，这个凸起的点就是我的大椎。那么我们手从斜上方啊，你看就这么去推上去的时候，手是慢慢的张开来，往回像个小钩子一样往回拉，再并拢往下推拉推拉。为什么说这个动作是一个运动呢？我从后面做一下，你们看完就明白啊。我转过去给大家看一下啊，你们可以这个时候跟着我去做啊。手从上面斜下方下来，把手掌打开，然后往回去拉，1、2、3、4啊，手上要有劲往回带，5、6、7、8。做完8下以后换手来，1、2、3、4、5、6、7、8。做完再换手，左右手交替。你们看好我的手方向啊，往下往回拉，就这么去做。慢慢的把你的大椎打开，啊，手就这么去推，推完以后再交换手。为什么说它是运动？你看咱们在做的时候是哪里在动？我们的肩膀在动，我们的手在动。这个在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活动到了，而且你在做着做着，很明显的，你能感觉到额头上面开始出汗。如果出汗的朋友在评论区上面打上"出汗"2个字，你让其他的朋友啊看一看，出汗了以后发热了都是好的。而且你要有这种感觉以后，证明你这个后面的阳往上升起来了。所有的家人朋友们，你记住啊，这个位置每天没事的时候，特别在夏天，咱们可以背朝太阳，一边做着天灸，一边去做，这个感觉是非常的棒。而且很多朋友这个地方他鼓起个大包，你们在做的时候记住啊，如果你天天做的话，手上可以涂抹一些精油，然后去做，这样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的皮肤。同时呢，如果你做完以后感觉还不过瘾的，家里面有吹风机吧，对着你的大椎头就这么去吹。吹一吹，吹上一个1分钟左右，你自己再感受一下，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这一个动作你把它记好了，然后把我教的这个动作把它去做一做。当你感受到这个动作的能力了以后，你就会坚持去做了。因为我们在这里分享的动作啊都是干货，而且这个干货啊都是很多朋友做完以后都竖大拇指的。什么叫做干货？一个是简单，
一个是好记，还有一个就是快，这3点满足了以后，它能服务于你的日常的点点滴滴，这个才是干货。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感觉满意的话，一定要关注我，同时给咱们的视频点一个赞，把视频收藏下来。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导致你肩颈不好的真正元凶啊，就藏在我们的后背，是哪里呢？我手摸的位置啊，叫做肩胛骨。这个肩胛骨啊，真的是太重要了啊！大多数啊肩颈上面有一些慢性问题的人，长期好不了的，包括我们的肩胛骨缝里面如果发酸的，都是出现了什么呢？肩胛骨的位置啊，它出现了一些偏移。肩胛骨的位置一旦出现了偏移，就会导致了一些急性、慢性的问题啊频繁发生，而且你去想要纠正它啊，短时间之内或许有一些好转，但是长时间下来啊，它还是会该疼的疼，该难受难受。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什么呢？就是把肩胛骨的位置啊给摆正。只要肩胛骨的位置啊一回到一个正位以后，很多的问题啊就迎刃而解了。那么肩胛骨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一定要讲起它的结构啊。那么肩胛骨往前延伸就是我们的肩锁关节，我手摸着这个地方。那么大家如果触感好，你甚至能在这里啊摸到一条骨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肩锁关节相连接。那么锁骨往前走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胸锁关节啊。那肩胛骨里面啊还和我们的肱骨相连，叫做盂肱关节。所以你看。这个肩胛骨啊，连接着我们身体这么多重要的地方，你肩胛骨往上一抬，你就会发现你的锁骨也跟着动，你的肩膀也跟着动，对不对？所以一个好的肩胛骨，一个正确的位置，就决定了我们上半身的一个状态。那么，怎么样把肩胛骨的位置摆正呢？我今天教给大家一个方法。让你把这个肩胛骨的位置啊回正，你只要坚持跟着练，你就会发现肩胛骨回正以后啊，不仅整个人啊挺拔了，而且身体上面的很多问题啊，在做完就能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好，现在我们来讲内容，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然后呢每天打开视频啊跟着我去做，做完以后感觉好的、有用的、舒服的，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现在来讲动作。首先呢，我们要先激活我们肩膀周围的核心肩袖肌群。那么这个肌肉怎么激活呢？非常简单啊，大家看啊，手跟我一样摆好，身体坐直，腹部收紧啊，把这个动作摆出来以后，你看手臂夹紧啊，夹紧了以后我们转，你看往后转啊。同时做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把小腹收紧，头微微的向上看，从侧面看一下啊，手往后转，你会发现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在转动的时候啊，你这个肩胛骨啊也被带着去转动，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啊，它们其实啊是一体的啊，我们就这样去做。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要把这些肩袖肌群给它激活呢？原理很简单啊，骨为肝，肌为神，你想把这个肝子啊给它拨正，那就要强化它这个绳子的力量啊，所以我们就这样，你看。做的时候啊，以我们的这个大臂的骨头啊为一个这个轴心啊，你看就这样贴紧着去转动。转的时候啊，你千万不要做什么呢？就为了求快啊，这样去做，那么感觉啊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你看往后用力啊，就像紧螺丝一样了。那紧到最底的时候呢，那甚至你可以稍微抖一抖啊，再强化一下啊，一定要缓慢的啊，把胸挺起来，头抬起来，这样去做。我们一般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建议大家30下左右为一组，做一个2组。做完以后啊，或者在过程当中啊，你能明显的感觉啊，你的这个肩胛骨啊，它上面的某些绳子啊，越来越紧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把这个肌肉啊给激活了。好了，第一步动作做完了以后。第二步动作非常的重要，是什么呢？手放在我们的肩膀，你看就这样放在肩膀，然后呢，我们大臂和我们的躯干之间啊，保持一个45度的一个夹角啊，就像这样45度的一个夹角，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来回，你看，注意这里的来啊是为了什么呢？让回有个更大的空间，你看走啊上来，然后走往后的时候，你的肩胛骨啊它有一种夹的感觉啊，你看走1、2啊，侧面看一下，3、4啊，大家注意看啊，我们在往后的时候，一定要是有一个发力向内收的感觉。你看收啊，你要有这种感觉，你才能找到啊这个肩胛骨发力的感觉啊。很多朋友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会发现什么呢？做起来啊，这个后面的有些骨头啊，咔啦咔啦响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是帮助你啊恢复到一个正常关节位置的一个步骤啊，所以在往后做的时候是很用力的。大家听我讲话的声音，应该也能听出来啊。在停顿的时候，就是我在
发力的时候啊，就这样，我们去做上一个20下到30下。那么做完以后啊，它因为是比较吃力的，如果你的头上已经微微出汗了，后背有一些微微出汗，证明你这个动作它是达到一个标准要求的。如果你只是这样简单晃一晃，那当然不累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动作每个细节都非常重要。好了，做完这个动作以后，下个动作是什么呢？更简单啊，你看夹角多少度？90度啊，90度的夹角依然是你看往前往后夹在这个平面上尽可能在这个平面上一样的，和第一个动作一样的。就是全方位的把我们的这个肩胛骨去把它完全的动起来这个动作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年龄稍微大些的人，在做的时候一定要追求什么呢？这个动作的一个发力感你千万不能追求速度。那速度去做的话，你看很随意，轻轻松松就能做。但是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往后这个拉扯力，你要有这样感觉。最好是把脖子稍微昂一些。那么怎么控制你的脖子呢？就是有时候你做着做着头就会往下低了，怎么控制呢？你在斜上方放一个书或者放一个记号，一个圆点，眼睛就盯着上面看。你盯着这个点，只要眼睛一往上看，头就会自动抬起来就这样先给自己强化好。那么我们就这样去做，依然是30下到50下，这个后背开始有一些酸胀感了，感觉这个劲给它上来了，这个时候你的动作已经达到了一个标准。那么最后一个动作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动作，这个手依然是保持这个姿势，你看往上，先上去，然后往下拉，拉到底部，到后背有一种什么呢？就感觉我这个2个手臂往后强行的去震。要有一种就往下去夹的感觉，特别是往到下部的时候，你甚至还可以抖一抖，看这样来走，配合吐气，来走，配合吐气，来走，配合吐气，就这样你去做上一个20下那么做完以后呢，你看你只要保持一个放松的状态你会发现你的胸部就已经挺起来了。同时呢，你的肩胛骨此时已经在往你的正确的位置上面在靠拢了。为什么我没讲说直接回归到正确的位置？因为每个人他的身体状态不一样，有的人他这个长期都是10年8年的，甚至更久的；有的人他年轻人可能稍微快一些所以不同年龄段的人他做完以后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肩膀好轻松这个脖子动起来以后好轻松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的肩胛骨在我们做的时候已经调节到一个非常好的位置。这套动作我希望大家把它收藏下来，因为这套动作非常的宝贵你能够从头到尾看到这里并且学会了这套动作以后，一定要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后每天打开来再跟着去练，把这些细节全部掌握透了以后呢，那它就成为你自己的一个知识了，你就随时可以调动出来。这样的话呢，才算真正的掌握到这个动作。好了，我是大伟，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没有关注的记得一定要给我一个关注，因为在别人那里可能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人上了年纪以后，大多数人都会出现肩颈上面的问题。很多人没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法，所以呢，肩颈出现僵硬酸痛的时候，要不然就是摇一摇脖子，要不然呢就是用手拍一拍。你会发现这样做虽然短时间之内可以缓解我们肩颈上面的一些问题，但是没过一会儿，这个肩颈是该酸还是酸，该疼还是疼。其实我们肩颈之所以酸疼难受，最大的祸根就是在于我们的一个肩胛骨。大家可以跟我做一样的动作，我从侧面给大家看一下。当我把我的肩膀往上耸的时候，注意看我颈椎的变化。当我把我的肩膀往上耸，我的脖子会不由自主的跟着我的肩膀一起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的颈椎的底座就是在于我们的肩胛骨，肩胛骨的状态好坏会直接影响到颈椎。所以呢，想要颈椎好，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我们肩胛骨上面的一些筋节，把这些筋节打开，我们的颈椎曲度自然会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同时呢，颈椎的压力也会减少很多，这时候我们的颈椎就会变得非常的好。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会教大家一个最全面的方法，打开你的肩胛骨，让颈椎不留祸根。我们分别会从前、内、上3个方向去完全的打开你的肩胛骨。大家跟我做完以后，感觉颈椎、肩颈轻松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留言“有用”2个字，你的2个字会帮助更多的人。同时记得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免以后找不到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首先咱们来做第一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打开我们肩胛骨最前侧的一个点，叫做会突。
那么这个喙突非常重要，它虽然小，但是它上面长着一块肌肉叫做胸小肌，直接连接着我们胸部的一个肋骨，所以呢，我们要把这里给它松开来。怎么去松？你看手直接就是放在我们的肩部，就像我这样，你看平放手掌平放，然后呢非常简单，我们把手你看这样握拳。握拳以后呢，我们会有这个指节它顶着的这个点就是我们要松解出来的一块筋你看这样好，压下去以后，很多人会发现非常的酸，非常的胀，很多人还会有一些刺痛的感觉。没有关系我们压下去以后，顺时针或者逆时针都可以朝着一个方向，我们去揉上一个30下到50下。压力是始终压下去的，然后就这样去揉30下到50下然后呢，我们做完左边再做右边，这里主要一个重点就是去找这个点。你看掌根对着哪呢？对着我们的胸骨这块胸骨柄这块，你看掌根贴上去完全的把手掌平着放在我们的胸口然后你看手握拳，握拳了以后呢，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指节这里直接是压在我们的胸部这里的你看压下去以后，你看顺时针或者逆时针都可以就这样揉你会在某个地方碰到一个点或者碰到一个筋节，非常的酸胀，我们把这里给它完全的揉开就可以了。好了。这是第一个地方那么揉开以后呢，你活动一下肩膀，你会发现你整个胸口都能打开了，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好了，做完这一个以后呢，我们讲第二个点。第二个点非常简单我们要从我们肩胛骨内侧有一块肌肉叫做肩胛下肌。你看，我们手放在我们的耳朵上，那你看就这样放着。然后呢，你会发现，你看我手臂往上一移，它这里就会有一个骨头凸出来撞击我下面的这个手。我们就把手放在这样，反复移，你感受一下，是不是有一个小骨头在来回的移动这个呢，就是我们肩胛骨的下角我们从哪里呢？从我们的腋下，你看贴进去，手往外一张顺着我们整个胸廓的这个壁往后去穿，往后去顶你看手打开，把手往上最上面打开，然后手贴着这个胸骨壁你看往里面去按随便按你找到一个点怎么按也按不进去大概在我这个位置它会有一个骨头顶着这个骨头呢就是我们的肩胛骨下角然后呢我们点着这个骨头内侧然后从下到上，你看点进去1 2 3 4 52 2 3 4 5 3 2 3 4 5你看从下到上反复去做一个3到5下。这个动作很多人他是忍受不了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肩胛骨上面已经有很多的一些筋节，长期不去处理，所以做起来的时候会非常胀所以这个动作呢，你一定要忍受着把它做完我们哪怕就从下到上做个3到5遍，我们另一侧不做，你去活动一下你的膀子，你看一下两个膀子之间的区别，就能坚定起你做这个动作的决心。好了，我们左边做完，右边再给大家演示一下。你看我手自然而然的搭着我的耳朵，然后呢，我另一只手呢是贴近我的胸壁然后你看往后去戳一戳，这个手往上移一移你看往上一移，然后手往后一戳，你会明显的戳到一个小骨头然后顶着往后顶不动了就在这里，你看1 2 3 2 2 3 3 2 3往上移这个力是往后的这个方法请一定要记住非常的重要。好了，这2个点解完以后呢，你再看一下你的肩膀活动起来你的颈椎活动起来是不是非常舒服？好了，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第3个点，第3个点呢就是我们的肩胛提肌这个也是一块非常重要的肌肉，大多数人这块肌肉都是长期处于非常僵硬的状态。我们怎么做呢？你看非常简单脖子往一侧歪，你看脖子往一侧歪，这里呢，你看我脖子这里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会跳出来一根大筋我们手呈这样握拳，就是用我手指的这个位置这一圈然后去击打在我们这个跳出来的这个筋上面从下到上都可以。击打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喜欢是这样，你看这个叫什么？甩着手臂还有一种呢，我们叫抖腕，你看。手臂不动，小臂你看抖腕你看打出来的声音击打感是这样的大家听这个声音它像个小锤子一样快速的，你看1 2 3 4 5我们不用很用劲你看试一下力道2 3 4 5，头脖子一定要是歪着，把这个筋抱出来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好。做完以后很轻松的就能让你的肩颈放松下来，然后另一侧也是一样的，1 2 3 4 5
1、2、3、4、5， 1、2、3、4、5啊。你找到某一个点啊，特别的酸，特别的胀，那就在那个点啊多敲几下啊。这个方法的步骤啊，大家不要乱啊，记住了，1、2、3，三个步骤啊，这3个步骤啊就形成了一套非常完整的帮助你改善你的肩胛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啊，如果在外面请人帮你做的话，那价值也是不菲的。但是今天啊，我教给大家，大家做完以后应该都能感觉到这个动作的神奇之处。如果你感觉好，就一定要把这个动作啊收藏下来，并且把这个动作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大伟在这里教给大家的动作啊，绝对都是百里挑一的非常好的动作，能真正意义上帮你改善身体上面的一些问题。所以没关注我的朋友们，记得一定要给我点个关注，你的一个关注啊，对于我来说啊是一个非常好的鼓励。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肩膀不好的朋友们，可能你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锻炼动作，各种各样的拉伸动作，但是今天在这里，我要给你分享一个非常好的锻炼肩膀的动作。这个动作名字啊叫做推肩峰，打开我们肩膀的一个大关卡。你跟着我做完以后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非常舒服、非常放松的感觉。那咱们话也不多说，感觉做完以后有用的，留下有用2个字，帮助后面观看的更多的朋友。同时一定要记得把这么好的动作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们现在来讲动作。所谓推肩峰，它推的不是肩，而是我们的肩胛骨。肩胛骨这里啊有多重要？我之前啊多次和大家反复提及过。很多人啊感觉自己的肩膀啊、肩颈啊不好，其实啊就是因为肩胛骨这里啊没有完全的打开，没有得到一个彻底的强化。只要肩胛骨这里啊给我们打开了，哎，你会发现肩膀啊就会变得无比的轻松。好，我们来讲一下动作。假设我的手这里啊是一条中间线啊，你看中间的一条线啊，大家看这里。那么我们把它想象成一条线以后，推肩峰就是手握拳从我们的这个腋下贴着进来，你看是夹着贴着进来，先用我们的这里啊触碰这条中间的线，然后呢再用我们的手肘去触碰中间的线。然后往上推，推到顶端，哎，推不动了，然后交替换手。好，讲完了这个动作的要点以后，我们来做一下。你看，来看前手做的时候，我身子啊其实是正面对向大家的，但是我这个手啊要把它瘪过来以后，我身子就会有一些倾斜，但是没有关系，你一定要记住，身子是面对前方，来推上去，好，转回来，来第2个推啊，记住2个点是哪2个点呢？你看。手背，哎，你看往这边碰，然后呢，手肘碰，然后到上面打开啊，你看，来1、2、3啊，到后面这个肩膀啊，你看要打开，往后4啊，每做一下都是感觉你都有一种强烈的拉伸和锻炼的感觉，非常的舒服啊，就这样推上去，每天就这样绕啊，这个感觉。棒极了！只要你能跟着我一起去做，啊，抓到这个动作的要点，你会发现每做一下，就相当于你的背部啊被狠狠的按摩了一下啊，非常的舒服啊！你看，我们左右不要推多，就推上一个20下啊，推上20下，大家就跟我做上这么一会儿，然后呢，我们放松，感受一下，后背活动一下，肩膀提一下。是不是感觉整个肩膀松下来了？但是还没有完啊！我们推肩峰分为2种，一个是内推，一个是外推。外推怎么去做呢？也非常的简单，给大家做一下动作的演示。你看啊，一样，刚刚我们的手啊，你看是往里面推，然后手呢是悬着，你看手是悬着里面推。外推呢，就是手反过来悬，你看，拿我们的手掌对着外面，往外去推，1、2、3、4啊，推的时候注意啊，它有个牵扯的力，你看是这样，从中间往外，这个手呢是往下往后，这个手呢是往外往后，你看1，然后从中间并拢再来2，打开3，怎么看动作做的合不合格啊？你看我的胸啊，看我的胸口，如果我做的不合格，我的胸口会怎么样？没有变化啊。那我做的合格一个，你看啊，1，看到没有？胸打开了啊，从这边看一下啊，来看1，看到没有？胸打开了。如果不合格的话是这样的啊，你看做的时候一定要把什么呢？啊，把手肩带动着我们的胸廓打开啊，就这样推1、2到顶点往后拉一下
3、4，好。同样的是，里面你推多少下，外面推多少下，全部做完的朋友们，你会发现该锻炼的地方都锻炼到了。有的朋友做完以后啊，肩膀这里啊胀胀的啊，感觉特别的舒服，然后后面这里啊又感觉轻松，活动一下肩膀啊，感觉以前都没有过这种从内向外的这种轻松感。这个就是推肩峰啊！大家记得了这个动作以后，记得收藏下来，每天跟着去练。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下。在别人那里啊，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啊，肩膀、脖子这里不舒服啊，我手摸的这个地方呢，特别容易感觉僵啊、硬啊，有些朋友还会感觉发凉。这些地方啊出现了问题，首要你得找的地方就是肩胛骨。肩胛骨啊，就和我的手掌啊差不多大啊，就这巴掌大的地方却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今天我会让你全面的认识一下肩胛骨。我们从3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是偏专业一些的，讲肩胛骨和我们整个体态肩颈之间的关系。第二个，我们是讲肩胛骨如何去放松。第3个讲肩胛骨一些比较薄弱的肌群，咱们怎么去锻炼啊，让你全面认识肩胛骨啊。本期视频呢是干货满满。那么我们先讲一下肩胛骨的一个结构啊，你得了解啊，我们的肩颈为什么和肩胛骨有关，肯定要了解它的结构。你看我手摸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厚厚的这个肌肉叫什么名字呢？叫做斜方肌。斜方肌首先就是附着在我们的肩胛骨上面的，所以呢，当我们的斜方肌过紧了以后，肩胛骨就会往上移。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里啊，我们的整个肩关节。肩关节这里呢，它和我们的肩胛骨也是相连的，所以呢，当我们肩关节这里啊不舒服，哎，还得去和肩胛骨有关，要找肩胛骨的问题。第3个呢，就是我手摸的这里啊，这个地方有一个凸点啊，肩胛骨穿出来的一个小沟啊，叫做会突啊，它连接着一个胸小肌啊到我们的肋骨上面，所以呢，这里呢也是像个小手掌一样的，和我们前面的这个整个骨骼相连。所以肩胛骨你看，它虽然就巴掌大，但是它控制了我们的身体的重要的一些结构。那我们来说一下肩胛骨，它如果说发生了一些问题，为什么会造成我们肩颈上面不舒服？大家可以看个案例啊，我把我的肩胛骨啊往上耸，大家看，肩胛骨当我们往上耸了以后，你看我头部的一个变化，大家看好啊，是不是我的头会被往前推啊？你看，是不是头被往前推啊？当我们长期我们的斜方肌过紧的时候，就会把我们的颈椎往前推，然后我们的颈椎啊，它就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加上我们这里的肌肉长期的劳损啊，就会导致了我们整个肩颈问题啊，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一个过程。你即便短暂的放松，哎，但是呢，还是过一会儿，或者是过一段时间又不舒服了。这个呢，就是首先是肩胛骨它的位置不对。第二个，你看我肩胛骨往外扩啊，大家可以看往外扩，从侧面看。是不是我的头还是在被往前推啊？当我们的肩胛骨处于一个外扩阶段的时候呢，我们的头部会往前，同时呢还会造成了我们体态问题啊。你看这个胸部啊变成了一个圆肩的状态啊，圆肩啊，这样的话呢，你穿衣服也不好看，而且呢这个脖子这里还会感觉发僵啊，这也是肩胛骨它状态不对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既然知道了我们很多肩颈问题啊是由肩胛骨引起的，那我们怎么把这些问题啊给它解决呢？首先你得找3个最重要的点。第一个点是在哪里呢？就是这啊，你看我手就这样随意的搭在我的肩膀上啊，非常好简单啊，就这样往肩膀上一搭。然后大家注意看我大拇指的位置啊，看我大拇指的位置往下啊，往下啊，这样去绕，看一下啊，这样去绕啊，往下大概绕1到2横指的位置，就这个点啊，我们往下就这一竖列，我们给它放松。怎么放松呢？你看手这样点进去，来回的拨弹啊，就这么简单。先把这个点啊给它放松。很多人这个点啊一按进去以后啊，就特别的酸，特别的胀。有些朋友还会感觉特别的刺疼，没有关系啊，这个都是正常的啊。我们在往里面按的时候，你能感觉到有一些小筋节的一个滚动啊，疙疙瘩瘩的，都是你堵着的一些点。我们就把这里啊给它放松。好，这个点给它放松了以后，我们再找第2个点。第2个点是哪里呢？是我们的腋下啊，腋下。手抬起来就能看到啊，手抬起来，手往腋下一放，你看我巴掌啊这么宽的一个位置，就这个地方，手你看点进去，画圈啊，这个地方很重要，为什么呢？这个位置也是非常容易紧的，里面穿行的是我们的前锯肌啊，我们就把这里啊给它放松，啊，你看画圈揉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我们只要把这里啊，你看揉就可以了，画一个圈。好，第3个地方是哪里呢？
就是我们整个后侧这一块。这个地方呢，我们正常想去按，如果你手上没有指力的话，是很难去按动的。那么我们一般是怎么选择呢？你看我手在这里摸，我能找到一个棱，这个棱呢叫做肩胛冈我们在这个棱偏上一点点进去一个小窝窝，你看这是一个棱偏上点进去一个小窝窝。好，找到了这个点以后呢，我们可以这样让我们的肩膀去动，手点住就可以了，肩膀去动你看手点住。肩膀去动肩膀你看随便怎么动，你能发现这个肌肉在来回的动。那么此时我手点进去，就像一个钉子点进去一样，那我肌肉来回的动，就不用我的手去发力了，我只要肩膀这样动就可以了你看这样动手臂带着肩膀一起动，就这样去做上一个这个10下20下都可以你做了感觉有些放松就行了。那我们3下演示做完以后，你看我自己活动一下我的肩膀，我会明显的感觉我的右侧整个肩膀全部松下来了，包括我的脖子这里活动一下，你都会感觉明显的变松。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把肩胛骨上面一些重要的点给它放松了。这些点放松了以后，接下来延伸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需要把肩胛骨薄弱的一些肌群给它去强化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之前讲过，我们很多的一些肩颈上面的问题是由于我们肩胛骨的一些偏移导致的。所以呢，我们最终要做的是把肩胛骨回归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上面，这样才能一劳永逸的让我们整个肩颈回归到一个最好的状态。而且这个方法不仅仅是适用于年轻人，中老年人也可以这样去做去对这个整个这个身体体态包括我们的肩颈都能减少很大的一个压力。好，第3个锻炼动作我们怎么做呢？非常的简单，我们只需要你看把手这样好，然后呢把全面对着正前方，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好，我们开始做什么动作？侧面给大家看你看来手往后往后夹，此时呢你是肩胛骨在往后发力。好，平着往后夹，然后你看手往内从这边看手往内这个动作是2点，你把它拆分开来看，很多人做这个动作他做的不到位，他就是什么呢？这样一夹就这样去做，虽然有效果，但是它不到位到不了那个点。你到不了那个点以后呢，你做起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是什么呢？先往后夹，你看夹到这里，我再往后夹，夹不动了。此时呢，你保持一个3到5秒钟，先找到我们那个薄弱的地方发紧的感觉，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找到发紧的感觉。好，然后再把手干嘛呢？你看往下，你看我手肘看我手肘，注意看我手肘这个点，看往下去夹，再夹到哪里呢？依然是往下，你看动不了了。好，就这样，你去保持一个3到5秒钟。好，然后往前回到一个我们起始的姿势，再往后，再往下，好，再回到一个起始姿势，再来往后，往下，看到没有侧面看，来往后往下看到没有就这样，我们去做上一个10下到20下，做完以后，你能感觉你后面有两根无形的这个小绳子一样的，就把你的整个肩胛骨就开始往下拉。你做完以后就自然保持放松的状态，你会发现你整个胸背包括脖子都和原来不一样了整个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再活动一下肩膀，你会发现发力更加的轻松，整个肩膀就一下子轻松下来了。这种轻松呢，你和很多人他经常肩膀不舒服去按摩去推拿，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是回归到一个我们自然的体态平衡，在这个状态之下呢，我们才能感觉出这种由内而外的一种轻松感。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呢，它其实全部都是干货，懂的朋友都懂。我是大伟，那么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这么好的一个视频，如果学会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你感觉这个视频好的，也可以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把这个视频也收藏下来。我是大伟，在别人那里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呢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那么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肩颈不好的人多不多？我告诉大家，非常的多，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表现是什么呢？但凡肩颈不好，都喜欢做一个动作一手摸着脖子，然后头
要不然就是晃来晃去的，要不然呢就是手啊捏着自己的脖子后面啊，就这样抓一抓、挠一挠，或者手去敲一敲、打一打啊，就通过这个方式啊，短暂的帮助自己肩颈啊稍微舒服那么一丁点啊，但是啊其实是微乎其微。你会发现肩颈不好的人真的是非常的影响生活质量。那么肩颈上面的问题怎么样才能达到有效的一个改善和解决呢？今天我教给你的这个视频当中的方法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你如果看到这里的话，说明咱们啊是一个有缘人，接下来的内容会非常的精彩，所以我希望大家先给视频点个赞，并且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以免以后啊一时划走找不到了。跟着我做完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今天的方法分享给大家。那么今天视频啊有2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针对于一些肩颈问题啊并不是特别严重的人啊，我们采用一个点，这个点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肘横纹上方。我们肱二头肌，你们往上摸，有一个微微隆起的肱二头肌，这里啊，这是我的肘横纹。我们往上一点点，手呈钳状啊，像钳子一样的啊，钳住我们的一个肱二头肌啊，就这样啊，钳住了以后呢，我们先用劲的往内去捏啊，捏完以后你会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我们耸肩啊。你的肩膀没捏之前，可能感觉特别的僵硬。当你捏了这里以后，哎，再一耸肩，会发现肩膀明显往上耸的时候变轻松了，是不是？如果有的话啊，在评论区下方可以做一个反馈。好，我们耸肩的时候啊，如果感觉变轻了，证明你这个点啊抓对了。抓对了点以后，我们就用劲的捏住3到5秒钟，然后快速的把它抽离，往外一抓啊，来，1、2啊，就这样。3啊，4，一般抓上5到8下，你再耸一下肩膀，即便你不捏，整个肩膀啊就完全的松下来了。为什么呢？其实它是通过我们的一个经络点啊，就把我们整个肩颈啊给它打开啊。这个方法非常的好，但是很多人说我自己手上没有劲怎么办呢？你可以喊你身边的人一样的啊，喊你的老公啊，或者喊你的弟弟啊、老伴啊都可以啊，就是抓住这个地方啊，往上一捏就行了。我们一般只建议大家做个8次啊，最多不要超过10次。然后呢，你可以早上做1次，晚上做1次，但是中间一定要间隔1天啊，不能每天都做。好，第一个方法分享完了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但是呢，我们说啊，这个方法对于一些轻度肩颈上面啊，比如说啊有些问题的，能带来很好的改善。但是呢，对于很重的一些肩颈上面问题，比如说你手摸上去有一些巨大的筋结啊，手摸着我们的脖子啊，还感觉特别的冰凉。这个时候呢，就不是单纯的靠我们的手能解决的了，我们必须要把里面的深层给打通。在这里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黑科技小道具，就是这个智能呼吸罐，非常的好，家用首选。我的父母用完以后啊，都竖大拇指。为什么说这个呼吸罐非常的厉害呢？首先啊，它非常的智能啊，我们把这个罐子啊，把它对准了肩膀上面的一些硬硬的筋结，我们就把它对准了。然后呢，按下这个上面的一个开关，这个时候呢，它会启动里面的一个负压程序，把我们里面的皮肤啊给它拉起来，加快里面的一个血液循环的速度，把不好的一些杂质啊给它代谢走。同时呢，里面射出来的一些灯光还能够帮助我们里面的组织啊进行一些更好的修复，比如说我们肌肉上面的一些筋结啊，比如说我们里面的经络不通啊，都可以通过这个微灯光的一个照射，让里面啊变得更加的通畅。再加上这个负压的力量，不断的啊，像以呼吸的形式啊吸住，然后放松，吸住放松，就以这样的形式啊，它就能深层的把里面的一些堵着的地方完全的舒张开来。而且这个呼吸罐它不仅仅针对肩颈啊，你比如说你的肩膀不舒服，我们也可以这样去放；我的后背不舒服，我也可以这样去放；我的腿部不舒服，我也可以把这个呼吸罐放在我的腿部。也就是说，你的身体当中哪里啊有一些不舒服的，哪里啊感觉堵了、发寒的，都可以通过这个小罐子啊去帮你去解决。所以我才说这个呼吸罐居家备上以后非常实用，一个小小的罐子就把自己身体上的小问题啊都能解决，而且自己一个人就能把它解决。你说是不是？家里面备上很好。那么今天的内容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有一位老师曾经说过啊，肩胛骨真的非常重要，它是我们肩颈啊，包括我们胸廓上面的一把锁。
这句话可能很多人不理解，我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啊，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说肩胛骨是我们肩颈和胸廓的一把锁呢？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都知道啊，肩胛骨可以灵活的运动，比如说我们的肩膀往上耸，往后啊进行一个绕动，这些呢都是我们肩胛骨啊在做一个活动。那么如果说长期啊有人久坐啊，比如说我们肩胛骨变成这样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含胸驼背，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去活动一下你的肩膀啊，活动一下你的肩膀，你会发现，当我们处于这样的姿势的时候，你的肩膀啊是完全打不开的，它就像一把锁啊，把你锁起来了。同时，当我们的肩胛骨往前啊移动的时候，你看一下，吸口气，哎，这个气啊是明显感觉吸不到底。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打开我们的肩胛骨以后啊，就是把我们的胸腔打开，让我们的关节啊，你看肩胛骨打开以后，关节的活动度啊也会大大的增加。同时，当我们的肩胛骨打开以后啊，这个颈椎啊，它也会回归到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位置。好，那么今天啊，我来教大家一个肩胛骨的推手操。这个操啊非常的好，大家跟我做上一遍。如果感觉不错的话啊，在评论区下方打上2个字“有用”。同时呢，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以后啊随时啊点开，随时都能观看。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来看一下这个动作啊怎么去做。这个动作啊非常的简单，我们先记住一个口诀啊，叫做同侧相移啊，这4个字来演示一下啊。你看，身子往一边移，同时呢，我们身子啊往一边移，手也一样的往一边移。反过来，你看看我的手掌啊，往一边移啊，然后呢再来，我们先把这个动作啊给大家演示一下，然后呢再给大家讲一下细节。我相信看了这个动作的演示以后啊，大家基本上都会做了。那么把以下几个细节给做好了以后啊，这个动作就能达到一个登峰造极的一个样子。怎么去做呢？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我们的手掌非常重要，它是一个发号施令的。比如说我往我的左侧去移，那么我们的手掌啊要同时，你看，同时对着我的左侧，然后推，一手往前推，另一手啊压着我们的肩胛骨去做一个什么呢？你看，往后去夹，往后去绕，看啊，身子也往我们的左边去倾。同时呢，我们伸出去的这个手啊，一定要记住啊，五指指尖是指在天上啊，这样的话可以拉开我们的筋。所以做的时候，很多人会感觉腋下一根筋窜到手上，会有种麻麻的感觉，这是正常的。多拉一拉，这个麻感啊就会慢慢逐渐减少啊，最后消失啊。来，好，转手，你看转手，2推过去。好，来3，好，来看呼吸，吸到中间，吐，再来看吸，吐。好，我们做的时候就缓慢的去做，来走，啊，每一下推的时候，你不仅要感觉手啊使劲的往一边撑，身子啊往一边倾斜。同时，我们手啊，另一只手，你看这个手收过来了，这个肩胛骨啊要往回缩，我往回使劲的夹，啊，我们就这样去做，啊，很多朋友做的时候啊，这个推手功练上一个啊，大概1-2分钟左右啊，后背啊、头上都会出微微的细汗，啊，感觉身上啊会发热，啊，这个是非常好的啊，我们就这样去做。你看，我们左右啊算1下，我们去做上一个啊10下到15下就可以了。大概耗时1分半钟左右，啊，会感觉非常的舒服。好，做完以后呢，咱们把这个肩膀啊这样活动一下，啊，前前后后的活动一下，手啊甚至可以甩一甩。你看一下是不是肩胛操做完了以后，连同着我们的脖子，连同着我们的后背，甚至手上啊都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这种舒服啊是说不出来的，由内而外的一种舒服。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别忘了，如果感觉有用的话，就在评论区下方啊说一个有用，帮助到更多的人，同时把视频啊转发出去啊，给更多人看到，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我是大伟，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没有关注的点一下关注，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你要问我肩颈不好的人多不多？我告诉大家答案啊，非常的多，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一开始的肩颈僵硬，他没有在意，演变到后面啊手麻手无力，再到后面呢出现什么脑供血不足，包括了头晕头昏啊，这些都是肩颈所带来的一些困扰。而且你会发现啊，
但凡是肩颈不好的人，他都有一个习惯是什么呢？他的脖子啊是喜按喜揉，甚至啊要用力的捶打才有这种舒服的感觉，而且啊经常是要摇头晃脑，脖子要转一转，才感觉啊自己的颈椎啊稍微轻松一点。其实不必这么麻烦，如果你有缘能看到这条视频，并且看到这里，我来告诉你，我今天教你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啊能大幅度的缓解你肩颈上面的问题，而且你只要坚持的去做，你的肩颈问题啊将慢慢的不再有，颈椎又会重新的恢复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其实啊它是一个连环的一个组合。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一把抓的一个绝活，这个一把抓是通过我们手肘上面的一个点把它打通，从而让我们的整个颈椎上面的经络完全打开。而且呢，这个动作啊，你只要跟着我做上一个5到10下，你会发现啊，你的肩颈马上就轻松下来了。如果你做完以后感觉有轻松的，记得在评论区下方打上“轻松有用”2个字。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方法告诉大家。首先，我们把手肘伸出来，比如说我左边的肩颈僵硬，我就伸出我的左手，然后呢，用右手我们呈爪状抓在哪里呢？抓在我们的一个肘横纹上方比如说这是我手肘，你看我弯曲的地方这个弯折的点呢，就是我们的肘横纹。那我们现在要把它往上面一点抓在上面一点，这个点呢就是我们隆起的肱二头肌手扣上去看手这样扣上去，大家可以从侧面看一下，手扣上去，扣上去把它抓紧了。抓紧了以后呢，你稍微的活动一下肩膀，你会发现，只要你一抓紧原本僵硬的肩膀突然间不僵硬了，这就说明你这个点找对了。不信我们试一下抓紧了以后活动一下肩膀，感觉这个肩膀顿时变得非常的轻松，说明你这个点找对了。找对了以后呢，我们抓住它，然后快速的用劲的把它往外一抓抽离这个呢就是一把抓的一个绝活。我们只要把这一块给它抓通，我们上面它就气血能流通了，我们的经络就打开了完全不必要在这里进行处理所以我们来，你看1、2、3、4、5、6、7给大家做下7下示范。抓了7下以后，你再活动一下肩膀，你会发现即便你不抓着这个点，你的肩膀还是依然的轻松，证明这个动作你就做对了。很多朋友肩颈不好，常年的喜欢去找别人敲一敲、打一打、捶一捶，会发现做完以后稍微好一些了，但是呢，没过多久这个肩膀又僵硬的，它和我们的动作是有本质性的区别咱们的动作不做这个点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呢它并不是一个病源我们在这里只要把我们的经络给它打开、流通开来，我们肩膀上面的问题就能得到一个长效的一个长远的一个解决。所以呢，这个方法是我分享给大家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方法它针对的是什么人呢？就是你的肩膀还并没有出现一些非常严重的一些老化。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用手摸一摸我们的脖子上面的这根筋有很多人摸起来这个筋是又大又粗又硬，然后呢这个皮下还有很多小结节，也有的朋友是常年脖子上面发寒，这个肩膀上面发寒，而且这个整个肩膀活动起来都感觉特别的费劲。这个时候呢，就是属于这个肩颈问题非常严重了，已经在于一个中后期了。那么这样的人群咱们怎么办呢？我在这里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辅佐的黑科技小道具。这个小道具我的家里面人也在用，身边朋友也在用，反馈是非常的好。再配合咱们今天这个动作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来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呼吸罐已经帮助了很多肩颈不好的人解决困扰。我现在把它放在我的橱窗下方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去看一下。那么这个呼吸罐怎么去用呢？其实非常简单咱们只需要找到我们不舒服的地方，比如说我这里摸着有根大筋，我就把这个罐口对着这个大筋，然后按一下上面的开关，这个罐子就开始工作了。它叫做智能呼吸罐，为什么呢？它会在一呼一吸之间拉扯我们的一个皮肤，促进里面的一个气血循环，在一拉一牵之间就把里面的循环打通了。同时呢，它下面还有内部设计的一个小灯，
这个小灯啊，可以促进我们里面的一些组织进行消炎修复，让我们里面啊变得更好。一些不好的地方、劳损的地方啊，都能够被及时的代谢干净。同时呢，一些新的组织会加入进来啊，重新的让我们的肌肉啊恢复一个活力。所以这个罐子啊非常实用。为什么呢？像我的家里面人啊，他有时候肩膀不好啊，他就放在这儿啊，一用啊，比如10分钟、15分钟，他放下来以后啊，会感觉整个肩膀一下子啊气血就通了，非常的暖洋洋的，很舒服。有时候呢，感觉腿部不舒服，他就把这个罐子啊往我们的腿上一放，再按一下开关，自己啊一个人轻轻松松啊就把这些问题啊给解决了。所以呢，这个罐子啊居家备上以后是非常的实用。那么今天呢，我把这个罐子啊分享给大家，大家把我教的第一个动作和这个罐子啊把它结合在一起去做，对于肩颈不好的人事半功倍。做完以后一下子啊整个人啊就轻松下来了。这个罐子啊不仅是能对我们的肩颈，而且我们的腰部啊、我们的膝盖啊，只要你能想到不舒服的地方，都可以用这个罐子啊去解决。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咱们也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里面的内容啊能够帮助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视频啊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感谢你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肩颈不好的人群都会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这个动作只要我一做出来啊，你们就会感觉特别的熟悉。是什么呢？就是把脖子啊这样反复的转啊，或者是在脖子这儿啊捶一捶、打一打啊，这个动作是不是看起来特别的熟悉啊？通过以上的这个行为呢，它或许啊让你的脖子短暂的轻松那么一小会儿，但是你会发现啊，一会儿过后，你的脖子啊该僵硬还是僵硬，该难受还是难受，它没有办法长远长效的解决你肩颈上面的问题。今天呢，我来告诉大家一套方法，这个方法无论你的肩颈啊是否已经老化、僵硬、难受啊，都能带来很好的长效的一个解决。首先我要介绍第一个啊是来自于民间的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啊叫做一把抓。一把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解开我们身体上面的某个结，疏通啊一下经络，彻底啊就能打通我们肩颈啊。这个结是哪里呢？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位于我们手肘横纹上方的啊肱二头肌这里啊，就我手摸的这里啊，大家可以把手伸出来摸一下啊，有一些微微的隆起突出，这里呢有一根老筋。一般来说啊，它脖子越僵硬的人，这个筋啊，它摸起来的感觉啊就是越僵硬，这个筋啊它没有弹性啊。但是没有关系，只要我们把这里疏通了啊，你的肩颈上面啊马上就会感觉特别的轻松。我们现在甚至可以做一个小实验，是什么呢？无论你现在是左边肩颈僵硬还是右边肩颈僵硬啊，你左边僵硬伸出你的左手，右边僵硬你伸出你的右手啊，然后我们怎么做呢？这个手啊呈前状啊，就前状啊，抓住我们这根筋，你看就像我这样啊，抓住啊，从侧面看一下啊，抓住了以后呢，我们把这个肩膀往上耸啊，两个肩膀同时耸啊，你会发现啊，你这个僵硬的肩膀，当你把这根筋啊抓住了以后，往上耸起来的时候，感觉特别轻松啊，感觉这个肩膀仿佛一下子就不僵硬了。为什么呢？因为通过了这个方法啊，短暂的打开了我们的一个通道啊，让你这里呢得到一个彻底的一个释放啊。所以呢，我现在要把这个方法再把它更深入加强的教给大家啊。我们抓住这根筋，同样还是抓住啊，以后呢抓紧的用劲的往外抽离啊。大家看啊，来一啊，看从侧面看啊，二抓紧，三啊，看抓紧。蹬一个5秒钟到10秒钟啊，4啊，就这样反复的做。我们一般建议大家做8到10下啊。我们自己做的时候就这样，手要放松啊，放松，这样自然的往前放松，然后1、2、3、4啊，这样按照这个步骤去做。如果啊，你说你自己手上没劲怎么办呢？啊，喊你的老伴啊，喊你的孩子，手上有劲的人。就这样啊，用他的手抓住这里，抓住了以后啊，等一个1到2秒钟，抓紧的一抽拉，抓紧的一抽拉。刚开始做的时候啊，你会感觉可能有一些疼，但是你做完8到10下以后，再活动一下肩膀，你会发现，即便我们不按这里，肩膀也会马上轻松下来。
这个呢，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对于轻度的肩颈上面的问题啊，能带来很好的长效解决。但是啊，对于中度、重度的一些肩颈上面的问题啊，它呢就有一些力不从心的。为什么呢？我们说啊，这个中度、重度的一些肩颈问题啊，一般来说，这个肩颈摸上去以后啊，里面就会有这种条索般的结节，结节是非常僵硬。因为这个结节啊太硬了，所以呢，它可以说是物理性的啊，把我们里面的一些气血通道给堵了。有些朋友啊，他这个肩颈啊，他这个完全啊，这个脖子后面一摸就是一块死肉啊。什么叫死肉啊？就摸起来完全没有弹性，甚至啊，原来有脖子的，因为肩颈的问题导致脖子啊是越来越少啊，几乎看不见的，而肩膀啊是越来越厚。这种啊就比较严重了，有很多朋友甚至他这个整个肩膀啊、后背、脖子啊都长期啊处于发凉的状态。为什么会凉呢？因为你的气血啊通达不到。所以在这里啊，我们需要借助一个小工具。这个小工具啊，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疏通你的肩颈，而且这个小工具啊，我的家里面人都在用，我现在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黑科技的呼吸罐，可以帮助你打散筋结、疏通气血、修复深层啊。肩颈不好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去我的橱窗里面获取啊1到2个，家里面备上这个呼吸罐，真的是身体上面哪里有些酸，哪里有些胀，都能够很好的去给它疏通的。这个呼吸罐，我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它怎么去用。我们边做边讲解。首先呢，它上面有一个开关，我们把这个呼吸罐放在我们需要放的地方。比如说我的肩颈啊很僵硬，摸起来就有条索，我就把它放在我的肩膀上面按一下这个开关。那么这个时候呢，呼吸罐就开始工作了。它里面会有负压，把我们的皮肤从底下给它拉上来。拉上来以后呢，再通过一定的这个智能的调控，把它再放下去，进行一个反复的抽拉就你的皮肤会反复的被进行拉起放下，拉起放下，如此反复。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帮助你去击散你的一个筋结，并且通过这个负压力，把我们里面一些不好的一些气血给它带出来，让它从我们的身体里面代谢掉，让一些新鲜的一些气血进入到一些深层修复我们里面已经损伤的地方。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工作原理。同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呼吸罐的深层会闪烁着一个小灯。这个小灯是什么呢？它其实有着很好的疏通我们气血、增强代谢，并且消炎的一个作用。通过这个灯光改善我们血液中的微环境，再配合着这个负压一来一回，就会让我们这个肩膀僵紧僵硬的地方得到一个彻底的一个放松。所以呢，每当你做完把这个呼吸罐拔下来以后，活动一下你的肩膀，你会感觉你的肩膀真的是太放松了。我们坚持只要去做上一段时间，我们身体里面的筋结就像这个冰块一样，会慢慢的被融化掉，你柔软的肩膀也会回来了，没有那么的僵硬。而且这个呼吸罐非常的实用，为什么呢？无论你是肩膀疼痛，还是我们的腰部不舒服，或者呢我的腿部不舒服，我一个人在家自己轻轻松松按下一个开关，就能很好的自己解决身体上面的小问题。所以呢，今天这么好的一个方法就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把第一个我教给大家的一个民间一把抓以及这个方法结合起来用，它的效果事半功倍。好了，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和转发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你的一个小举动会帮助更多的人，无形之中做了一件善事，别人都会很感激你。我是大为，感谢你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